在韩国没钱没背景，只有一身力气，能过什么样的生活？本期我探访了首尔老街的普通居民区、体力劳工聚集的贵阳区，以及寸金寸土的江南富人区，看看体力劳动者有没有机会像电视剧那样逆袭翻盘。首先，我们大致了解下首尔的生活成本。这种带卫生间的独立单房，一天54000韩元。我还体验了大一点带电脑桌的房间，64000韩元。这是江北老城区的旅馆，相对实惠。如果是长期居住，租房1个月，一室一厅便宜的43万韩元左右。地理位置相对偏僻，很安静。这里沿街都是一些小商店、小饭馆，老人家居多。体验慢生活可以，但不适合挣钱，因为附近没厂，很多都是夫妻店、家人店，不需要请人。而且这边没什么生意，看我随便进个小馆子，感觉是个夫妻店。现在已经中午12点，你们看，整个店就我一个客人，这怎么挣钱？大中午饭点的时候看这个韩式拌饭加小泡菜，卖相一般般，但味道不错，而且料很足。像这么大的虾仁有3-4个，只要9000韩元，比商业区便宜30%左右。让我疑惑的是，他们似乎很开心，就一个客人还这么高兴啊！大家觉得是怎么回事？那么知道了租房和吃饭的成本，可以估算出老城区最简单的平民生活费用，1个月大概是120万韩元，6000块左右就可以了。不请客啊，偶尔自己做饭够了。但不适合体力劳动者居住，因为没活，解决不了收入的问题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去首尔贵阳区，那里就有很多人凭力气讨生活，需要坐地铁进行中转几次。今天下雨，气温只有14度，很多人都感冒了。我发现韩国人出门都挺喜欢打扮，不止女生，男生、中年人都打理得漂漂亮亮的。看对面的小伙子，像明星一样，非常的帅气。这里我用 AI 软件规划路线，结果它不但有错误，还编造了一个 I113不存在的换乘站点，导致我浪费了大量的时间。好在旁边的韩国女生帮忙，才找到了正确的路，非常的感谢。所以大家在用人工智能的时候要多辨别，有时候我都怀疑它有思想。你说你不知道就不知道，干嘛要编造？还有鼻子有眼的什么深蓝色线路，捉弄我是吧 ？OK， 我们现在来到贵阳区，看下环境，楼都不高，像小县城。这边有卖包子的店，价格都在千位数，消费比江北还便宜。这地方离仁川机场不是很远，大家知道机场都建在城市的边缘。附近几个区，比如永宗、贵阳、西区，主要以物流、制造业、建筑为主，有不少中小型工厂、仓储、货运等等。首尔都很多蓝领工人、体力临时工就聚集在此，有活，住宿也便宜，一房一厅30万韩元就能租到。我本来想租1个月体验下，因为住旅馆便宜的都要6万韩元一天，住5天就回本了。但问了几个房主都不短租，至少1年起步，所以游客没戏啊。不过这里也有很便宜的宿舍，5到60块就能住1天。一会儿我们去看看。走到这里就有一种工业区厂房的味道了，路边停满了车，车头都比较靠外面。为什么不停进去？因为空间不够，里面还有车。首尔土地资源稀缺，停车位很紧张。不过我发现外面的车也是错位停放，并没有挡住里面的。那用车就不需要打电话沟通挪车啥的，挺好。我在网上随便找了一个60块的宿舍，根据地图导航指引就在前面。哎，怎么环境看起来还可以啊？都是独栋的屋子，有种小别墅的感觉。应该就是这一家了。敲门没反应，也没有门铃，我要怎么进去？折腾了几分钟，终于找到开门的小机关。里面都是住客，没有前台，老板也不在。订房之后就收到一条短信，完全自助，看起来挺整洁，到处都是提示，还是很贴心的。这位是来自巴西的小哥。Did you send a message? I get a message. 他给我介绍了这里的情况。外面是公共空间，电视、冰箱、工作台都有。老板人很好，给了他们不少帮助。这里有背包旅客，也有在附近工作的，比如前面那位日本小哥在机场工作，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就暂住这里。这边就是床位，还是很挤的，大家看看就好。画板上有各国住客留下的纪念物品，还有很多感谢的话，看来老板真的不错。那么我也来写一个，这字怎么样？我们到附近逛一逛，这边的路都很窄，车辆行驶缓慢，好在摩托车、电单车都很少。首尔还是有电单车的，像这位过来的快递小哥骑的就是电单车。除快递小哥之外的普通市民几乎不用摩托车、电单车。按理说韩国人多路窄，
电单车出行应该很方便，为什么不用？具体原因我还在研究。那么这里有厂房，有便宜的住宿，对收入不高的体力劳动者就很友好了。但吃的怎么解决？我收到一条讯息说附近有一些店既便宜又吃得好，真的假的？我们去瞧瞧。下雨后路边这种地砖都非常湿滑，大家走路一定要小心。看吧，摔了一跤，好在我四段舞者结实得很，在查看地板没问题后从容离开。不过手机屏幕这里摔坏了一点点，不管了，先去找那个饭店，就在前面不远，应该就是这一家，进去看看，似乎还是自助餐。哎呦，一激动手机又飞出去，看来是要换新的了。和店长确认，的确是我要找的那家店。看看收费情况，8000韩元一位，也就是40块任吃，刷卡要多1000，那直接给钱好了。看起来选择挺多的，得有20几个菜，有不少煎炸的鸡翅、鸡胸啥的。不过炸的食物我不太喜欢，象征性加几个。下面有些看不懂，有鱼、豆腐、土豆炖肉啥的，大多是荤菜。右边有泡菜、汤和米饭，中间还有烤串、蔬菜、水果。我选了这些，40块的这种自助，在国内也算很便宜了。红色的汤很好喝，但黑色带冰块的液体不知道是什么，有点腥味，我喝不了。水果有葡萄、橙子，虽然任吃，但我实在吃不下，随便拿了几个。顾客大多是附近的工友和老人家，收入高的不会来这里。听说有的工友为了省钱，早上中午简单吃，晚上来这里吃一顿丰盛的，重点是管饱，挺好。在韩国的馆子吃东西，顾客通常不需要收拾餐具，但这里人们吃完都自觉收拾盘子，放到洗碗台。这边有韩文提示，我看不懂，懂的朋友说下是不是规则。这种店利润微薄，我也跟着做了，希望它能长久开下去，帮到更多的人。再见。前面看到一家清仓大甩卖的店，用喇叭循环播放口号，但声音不大。韩国公共场所通常不允许大声播放音乐或口号，超过75分贝可能被罚款。是一位年轻的女店长，抱歉有点跑题了。所以在贵阳区的基本吃住费用1个月100万韩元左右就行，体力劳动者也能承担。韩国的人工可不便宜，我们以搬运工、建筑工和保洁的收入为例，搬运工通常是日结10到15万韩元一天，月收入大概在250到350万韩元。不是很稳定。建筑工13到18万韩元一天，月入300到400万韩元。保洁时薪1.1万到1.3万韩元，月入大概在180到230万韩元之间。在韩国不算多，但去掉生活成本，节俭的还能存一半。只要有活干，稳打稳扎，生活还是有希望的。但要逆袭过上富人的生活，有一些难度。那韩国富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？我挑了个晴天，乘坐公交车前往江南的清潭洞，那里是韩国财阀和明星的居住地，被誉为韩国的比弗利山庄，也是首尔房价最贵的地区。这里就是它的地标格勒利亚百货，首尔顶级消费的象征。外墙像不像鳞片？是由上千块特殊切割的玻璃组成，白天反射光线，晚上有梦幻的灯光，寓意时尚、流动和奢华，吸引着大量对品质和格调有追求的人们前来打卡。进去看看吧。扶梯下来是个旋转门，进来就听到优雅的欧美音乐，气氛一下子就上来了。旁边有一些伴手礼，价格都在6位数，换算下5到800块也还好。蔬菜水果区包装很精致，3980，其他的也就在5000到7000韩元之间，几十块，没有想象那么贵，可以接受啊。吃东西的地方有很多选择，料理、面食、米饭，一份主食在1万6到3万之间，也不夸张啊，蓝领白领都消费得起。至少在地下层吃饭的地方还是挺大众化的。至于第2层奢侈品旗舰店，那就稍微有点门槛了，我是消费不起，随便看看。走了走了。斑马线有工作人员指挥交通，但他站的那个位置没有台阶，会不会不安全？这里也有，我觉得挺危险的。这个雕像写着我喜欢 Rodeo， 致敬美国加州比弗利山庄的罗德奥大道。它正对的这条街就是首尔有名的霞欧亭时尚街。在1990年代初，韩国经济高速发展，江南区成为新贵聚集地。当时很多韩国人向往美国的奢华生活方式。为了打造韩国版的比弗利山，
霞欧亭开辟了这条以时尚、名牌和潮流为主题的街道，直接取名为 Rodeo Street， 成了韩国时尚的象征。但这条街我感觉也没有很惊艳，可能我不懂时尚吧。街上基本都是游客，偶尔有几辆超跑经过。富豪现身的几率并不高，名人和明星得碰运气见到。而这里的吃食8000到2万韩元也不贵，甚至有10块钱的豆腐皮。前面有个很火的面馆，我们去体验一下。进门，这装修很像日式拉面馆，店员也是十分的热情，带我浏览菜单，并详细解释。What does it mean? I just want this and add. Normal spice, very spicy. Okay. No， 这卖相可以啊，依然是搭载小泡菜，味道不错，才12000韩元，这可是江南最贵的地段啊。临走，服务生还跑过来询问意见，我自然是夸奖一番。I think the taste is very good, and you got the best position, and the price is very cheap. 不啦。再见。从下午逛到晚上，我感觉这所谓韩国最贵最潮的地段没有什么门槛嘛。除去奢侈品店以外的大部分地方价格亲民，普通市民都消费得起，不管白领蓝领都能找到自己的乐趣。另外有一点，其实韩国普通白领的平均薪资也就300万韩元左右，而体力劳动的蓝领虽然更辛苦，但只要有活干，收入并不会少，这和美国的情况差不多。更不用说高级蓝领，比如大货车司机、焊工、吊车操作员这些，收入在500到700万韩元之间，高于普通白领，接近金领的程度。各个职业之间环境不同，辛苦程度不同，但收入差距不大，大家都差不多，也就无所谓谁是底层。所以体力劳动者逆袭有机会，但逆不逆袭似乎也没那么重要。当每一份职业和劳动都受到尊重，获得应有的收入，过着简简单单、无压力、开心一点的生活，或许也是不错的选择。我是维森，下周再见。